好了，兴奋到帽子都不要戴了。对，这个应该就是对，这个绝对就是 iPhone 发表至今我觉得最大的科技新闻，那就是 iPhone 之父 Johnny Ive 正式加入 OpenAI 的团队。不单单只是一个加入或者请他进来收购案这么简单，他们两个一起把他们合拍的影片、他们合拍的照片放在 OpenAI 的首页。那这里面要传达的讯息就是他们两个的合作是多么的紧密，他们两个对未来性的产品跟这个科技未来的走向是有多么一致性的看法，同时也非常间接的透露他们对于现在科技的应用方式卡在大约20年前发表的装置，至今有点觉得应该要改变了。那这也是为什么看到这则新闻是超级的兴奋，又重新燃起我对科技的热情。那老实说啊，这个 iPhone 近几年来，从我们开始做频道，我觉得从 iPhone 11或者 iPhone 10之后，除了变成这个全萤幕啊，换成 Face ID， 那到了现在，我感觉不出每一年它的改变有什么值得让我们去提的。那也是为什么每一年我们的评测其实一直想要很兴奋的去讲它，因为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新的科技产品，那也是目前最多人喜欢的科技产品。但是真的在使用它，或是每年在评测它的差距的时候，真的很难感到兴奋，所以我们就只能讲到说它的相机画素多了多少，那里面处理器快了多少，今年续航力有没有进步。那真的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让我们在评测这些产品的时候能感到什么兴奋感。我们是想回来，贾伯斯发表了 iPhone 到现在快20年，那真正这个应用的方式到底20年来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近年来让我们看到，觉得在科技应用上面有一个算是很爆炸性的一个点，应该就是 AI 相关应用的发表。那在 AI 相关的领域里面，但 OpenAI 就是走在最前面。所以你试想，这个 iPhone 之父，这个定义了过去20年以来这智慧型装置我们应用科技的方式的这个人，结合 OpenAI 的创办人，两个人非常直接的一起合作，要来推出这个未来性的产品。你能说我们能感到不兴奋吗？嘿，大家好，苹果李安娜。今天早上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我本来是要说这个可能会是继 iPhone 发表以来最让我兴奋的消息，那我觉得我应该把它改成这绝对是继 iPhone 发表以来让我最兴奋的新闻，那就是 iPhone 之父 Johnny Ive 正式加入了 OpenAI， 而且 OpenAI 花了65亿元收购了他2年前成立的一个新公司。这里面有非常多巧妙的地方，就是其实他2年前在成立的时候 ，OpenAI 就已经占这家公司股权23%。那据说同时在里面的投资者还包括贾博士的遗孀。当初他们其实联合起来成立这些公司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新闻啦。但是当时就是只是一些传闻啊、矽谷的一些消息、新闻报道，它没有正式出来证实之前呢，一切都只是消息。但现在这个新闻被正式的发表出来，那这个收购案也正式的发表出来，就已经在 OpenAI 的官网上面的首页里面就看到 Johnny Ive 跟 Sam Altman 两个人一起对谈的影片，就直接放在首页。那你点进去之后呢，还有他们两个勾肩搭背的照片，下面讲了非常多他们这个对科技的看法，他们合作的理由。同时在影片里面呢，也解释了他们当初怎么认识、怎么结合，他们对这个未来性装置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看法，都有在影片里面透露。我觉得他们这次要那么公开的去公布这个消息，那特别制作这样的影片，它是有一个宣示性的，就让大家知道这个 iPhone 之父跟我们现在 AI 的领头羊 OpenAI 已经正式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是真的有制作一个装置出来，就即将在明年发表。那首先 Johnny Ive 是谁？我想很多老果粉一定都知道，那新果粉可能大致知道说他是一个设计过苹果很多经典产品的一个设计师，但可能不太知道说他在苹果或者说过去这个20-30年以来科技产品领域里面是有多么的重要。那首先先不说啊，他在苹果将近30年的时间，所以呢近年来你看到所有苹果的经典产品，不论是 iPhone、iPad、iPad、AirPods、Mac、iMac， 就是这一些所有你只要能记忆里面还叫得出来这些经典产品，全部都是出自他之手。关于这些产品里面的设计语言，不单只是在它外形上面的工业设计而已，那其实关于界面上面还有软硬整合上面，他也参与非常多。那据说当时他就是几乎从早到晚都待在苹果，那贾博士是每一天都会进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聊，现在产品的进度啊，或者说他对这些新的产品设计，不管在软硬体上面有什么看法。那关于后来这些回忆跟报道，我们都知道说他跟贾博士两者的关系，除了是同事之外，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不管他们对这个科技未来的走向啊，或者他们这些价值观、这些看法，甚至对设计上面的美感都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那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每天泡在一起，可以聊非常多，不管是艺术设计，甚至是产品相关的问题。所以 Johnny Ive 绝对不单单只是一个工业设计师这么简单。其实你在近30年来，那甚至我觉得说苹果最重要的产品 iPhone 来讲，去定义出这个产品，就像当年 iPhone 在发表的时候，贾博士还特别点名他，叫 Johnny Ive 站起来，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他是这个产品里面多重要的工程。所以当然一个成功的产品不能只归功于个别一个人，他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强大，但是也必须要说 Johnny Ive 的存在跟他在设计上面的美感啊、软硬整合上面的经验来讲，绝对是在 iPhone 的成功里面占非常非常大的因素。那他在设计界上面的定位也是毋庸置疑，非常多的产品都已经被放在博物馆里面，所以不论说苹果未来这个品牌会走向什么方向，或是说会不会持续在高峰， Johnny Ive 本身的历史定位都已经是在那里了。那其实据后来新闻报道，在贾博士离开之后呢，库克当然是非常的倚重他，那同时也交予他更重要的任务啊，
高，帮他升官，帮他加薪，给予他更多的责任。但是呢，他可能在苹果里面，先前跟贾博士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一个公司的头会常常进来跟你讨论这个产品的走向。那同时，如果你们两个在品味啊，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些喜好上面有非常相似之处的话，那当贾博士离开的时候，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换人这么简单，而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存在的意义，或是这些部分都不是更多的钱或更高的职称可以去取代的。那也是为什么在后期其实有非常多的新闻报道出来，就是他在苹果里面感觉起来有点意兴阑珊，有非常多的时候可能一周里面也看不到他几天进公司。那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他正式离开了苹果，创立一个自己的设计公司叫做 LoveForm。当时跟苹果合作的情况是说，即使他离开了，他的公司还是会持续帮苹果进行产品的设计，所以比较像是一个外包公司的概念。但据说他们合作最后的产品应该就是 M 系列的 iMac。那在那之后呢，他们合作的关系就越来越少。那当时大家都在猜测说 Johnny Ive 到底未来的走向会如何，会不会被其他的大公司挖角走，还是会帮别人设计不一样的产品。那时间就推到了大约2年前左右。那其实不只是 Johnny Ive 本身跟 Sam Altman 的这个关系或他们的碰面被大家知道，那同时我们看到 Sam Altman 他自己去找郭台铭见面的这个新闻也被爆出来。为什么一个 OpenAI 的主理人会去找这个硬体代工之王郭台铭见面？当时大家的猜测就是说 OpenAI 应该是有想要做自己的硬体，所以才会看到 Sam Altman 自己开车几个小时去找郭台铭见面。那在差不多的时间点也有消息传出来， Johnny Ive 跟 Sam Altman 还有贾博士的遗孀都有共同投资成立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就是专门为了不管是产品设计啊、产品整合、软硬体整合这些部分所成立的。那既然有 Johnny Ive 又有 Sam Altman， 这个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猜测应该就是 OpenAI 想要做自己的硬体。但当时新闻报的非常多，大致上都是猜测跟一些小道消息。那他们两者到底合作多深，或者说到底要做出什么东西，这个都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今天早上这个新闻被发布出来之后，过去所有的猜测都被证实，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进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的快，或者说他们合作的这个紧密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那我们就来讲他们今天这个发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那首先在 OpenAI 的官网上面已经完全换成这个 Johnny Ive 跟 Sam Altman 的影片。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他们有个专属的专页，那里面就是 Johnny Ive 跟 Sam Altman 的合照。那下面有分享一些他们合作的理念啊，为什么他们两者会结合在一起。那还有一支将近10分钟的影片，就是他们两者的交谈，不管是对于未来科技的走向，或者说他们这个未来性的装置，他们现在进度到了哪里，在这支影片里面都有透露出来。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发表的方式，不管是说在 OpenAI 这个网页里面的重要的占比程度，直接放在首页，把其他东西都排在下面。另一点呢，特别做了这个专业拍了这支影片啊，显现他们两者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单纯一个收购案，他们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互相认识对方的家人，那同时谈到他们对人生的哲理、对科技的走向，那甚至价值观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吻合。那如果你看过 Johnny Ive 的人，或是你看过他任何的访谈，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话不多的人，或者说他在跟人在对谈的时候、跟交流的时候，如果他今天不是很热络，或是没有很兴趣的话，他话非常少，或者讲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多。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跟 Sam Altman 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是你看到他的脸上是有非常多笑容，在双方都一样，所以更能感觉得出来他们两者不只是在商业上面的合作，而是有点像是当年 Johnny Ive 跟贾博士的这种紧密的关系一样。那甚至可能在很多人生观上面的看法一致，所以是伙伴也是好友。那像我们就来讲说，在这支影片里面透露出什么他们未来性的装置，还有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们都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我们说习惯的这个智慧型装置，我们举例说像 iPhone 或是电脑这些，我们跟科技应用或者说应对的方式，这个装置已经是大约20年左右所发明出来了。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对科技上面的应用，自从 AI 推出来之后，其实有非常大革命性的改变。那这一点呢，不管你有没有用 AI， 你应该知道身边的人如果有在用的话，你应该感觉得出来，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冲击或是改变是绝对可以直接看得到。那像 Johnny Ive 自己在影片里面就有讲说，如果说这个装置已经存在将近20年了，那我们跟科技应对的方式已经在改变，那我们是不是理应当要去想说，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去应用它？那虽然说这个方向或是装置一开始还没有很明确，但是我们绝对是应该要去提出这个疑问，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受限于这样的装置里面？那同时呢 Sam Altman 有提到，他说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用 ChatGPT， 不管是问问题、搜寻、帮我们解决问题，那甚至是视觉辨识，就是它的功能已经非常的广大跟强大。但是当我们今天要使用它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个中介的一个步骤或者中介的一个装置，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电脑、拿出我们的手机，然后打开这个 App 或是按下什么按钮，不管你是口说的去提出这个问题呢，或是去打字输入，你可能还要去调整你的问题的方式。他说如果这个中间的步骤是否有必要存在，如果说 OpenAI 或者说 ChatGPT 它可以达到就是你直接问到它什么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个情况下，那为什么中间的这个拿出装置的步骤
还需要存在。那其实这一点呢，因为现在这些所有主流的装置都不是 OpenAI 所拥有嘛，那所以当 ChatGPT 一个那么强大的一个 AI 工具要植入这些手机或这些装置里面的时候，每个产品都有他们自己的护城河，不论是这个生态系的考量，这个利益上面的考量，或是用户隐私上面的考量，都不太可能让 OpenAI 有一个完整的取用权，让它可以完整去操控里面手机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说，其实现在这个工具可以更方便或更好用，但是已经被这个护城河或这个框架所限制住。那如果走到了这个瓶颈 ，OpenAI 要突破它的话，就必须要开发出自己的装置，那自己来做软硬整合，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产品最了解，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那进而去开发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才能完全突破这些限制。那到这个部分为止都只是空想而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跟 Johnny Ive 开始搭上线，他们两个碰面之后，就发现他们对这个部分有非常一致的看法。那也因为这样，他们非常快的就决定一起成立一家公司，就是专注在这个软硬整合还有硬体开发的部分。那这个团队里面不止 Johnny Ive， 总共有55个人。你去看里面有非常多有名的人，叫出名字的人，其实现在都是在苹果里面，不管是 iPhone 或是 Apple Watch 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人。那这个团队里面不只是工业设计部分他们都是直接有参与整个产品从0到1的开发。所以不管是在硬体设计啊、软体上面软硬整合，甚至背后的供应链或是生产成本上面的控制，这个团队都有足够的人才去做到它。那也就是在近期的时候，他们开发出一个原型机，他们慢慢修正到一个产品 Johnny Ive 说这个应该是对的。那也是到了这个阶段，他去找 Sam Altman 去跟他说我觉得这个装置应该就是我们要的方向。那他也让他带这个装置回家去使用它。 Sam Altman 说这个完全是一个革命性，而且他觉得会是近年来看到最酷的科技产品。那这一点真的让人非常兴奋，就是他们并不只是还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或者说还在一个成型啊，想说这个装置应该要什么样子的阶段，而是这个装置已经真正被开发出来一个原型机。那也因为这个团队非常有经验，你会知道就是说他们在成本控管上面，就是让它真的可以生产出来的这个精力上，并不会像其他这些 AI 的新创公司一样喊出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但是其实生产不出来，或生产出来之后它达到的功能只有原本宣称的1/10。那深度结合 AI 的装置，其实它在运算上面，或者它的费用可能最高的部分，除了硬体生产、开发跟研究这个前置端之外，他们事后如果市场要扩大，要更多人开始应用它的话，那最烧钱的绝对是在 AI 的运算上面。那这个部分刚好就是 Sam Altman 可以来补足的地方。那所以在软硬整合上面，如果说这个装置未来需要非常大的运算能力，或者说需要有专门为它开发的模型来让这个装置应用，不论是在省电上面啊，或者运算的速度上面，它要配合这个装置可以随身携带，或者它的续航力什么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的话，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软硬整合。这个部分 OpenAI 可以完全基本上不计成本的替它开发出这个东西出来，可能会是一个本地装置跟云端装置协调一起，看什么时候要去使用这个资料的模式。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 OpenAI 当它的后盾，或者说 OpenAI 直接提供他们源源不绝的算力的话，那基本上它在 AI 运算上面的起点就已经超出其他公司非常多。然后又加上 Johnny Ive 这个非常有经验的团队，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非常的兴奋，会认为说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整合。那里面他们有提到这个装置上市的时程就会在明年，那这个其实比我预想都还要快了很多。那这个也印证到先前为什么他要去找郭台铭聊天，可能就是在供应链端也是需要鸿海的支持。那至于这个装置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目前的猜想，依他们形容的手势啊，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小型的穿戴式装置。那这个团队里面又有很多可能苹果手表相关的开发人员，所以会不会是手表还是耳机还是这个眼睛上面的穿戴式装置，这个目前还没有很透明。但是我们所知道确认就是它不会是单一个装置，他们有提到说他们会是一个整个生态链一个 family 的装置会慢慢的推出所以这个部分就让人非常期待，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整条线都已经布好。那如果今天是一个耳机或是一个手表或是一个可能一个萤幕式的这种随身携带的装置，那只要可以跟 OpenAI 整合在一起，他们可以应用在任何人习惯去应用的这个方式，那同时永远理解你自然语言所提出的要求，那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单一装置，可能是一个非常多装置的整合。因为其实未来这个装置要怎么去应用还非常难讲，说到底人类的习惯会怎么随着它去改变。那到最后这些不同的穿戴式装置在 AI 的应用上面，到底哪一个会是最主流的，可能还很难判断出来。那如果有很多不同的装置让大家可以去体验去试用的话，那可能后来慢慢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出来说，原来市场上比较偏好这样
样的使用模式。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就是非常的期待。那我们看回来啊，是不是代表苹果现在可能就是稍微有比较麻烦的一点？因为毕竟在 AI 上面他们的落后，还有在这个未来性的装置来讲，如果说他们一个 iPhone 支付所开发出来这个人，已经跟 OpenAI 现在目前在 AI 走到最前端的这个人有那么深度的结合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苹果他们在未来其实有点危险？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光讲是苹果，其实关于这样的结合消息，我觉得应该是各个科技大厂都会感到有点害怕。那以苹果端来讲啦，我觉得目前可能我们要看就是在这1-2年之内，他们在 AI 上面的追赶程度到底如何。我们知道他们去年发表了他们自己的 AI， 在里面这个开发者大会里面保证出了非常多的功能，在去年6月看起来应该算是有赶上，或是它的进度还是算蛮厉害的，但是因为去年发表至今呢，里面有非常多，甚至是他们我觉得最重点亮点的功能，这些 AI Siri 的部分，根据很多新闻的报道呢，其实在 AI Siri 上面，他们发表出来的时候是他们还完全做不到的阶段。那也是为什么现在会经历这个 AI 团队的大换血，就是在这个部分他们需要赶上。那这边会比较要担心的点就是，其实 OpenAI 在这个部分，不管是自然语言的了解、语音助理，现在甚至延伸到视觉辨识，都已经走得非常的前面。那他们这些未来性的装置 AI 装置是已经基于他们公司里面知道这个 AI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或是他们能力到哪里的这个基础上，再往前去看所开发出来的装置。那如果苹果现在在实际的功能上面，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对隐私权的考量，或者他们先前可能在这个研发的比重上面有点放错的方向，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都还是比较在是赶上进度的阶段。那他们现在赶上的还是他们去年所发表出来的进度。那如果我们再结合上装置上面的应用啊，未来装置的整合的话，那就让人会比较去好奇或者担心说，到底苹果今年开发者大会他们能发表出来是什么？那同时你们发表出来这些东西之后，大家现在可能会开始打点折，说你们发表出来那可能也是跟去年一样可能更做不到，就只是跟大家说你做得到，那最后可能都不一定会发表。如果你们的进度还那么落后的话，那整合到你们装置又还有一段时间。那 OpenAI 的装置明年就发表，那同时 OpenAI 又掌握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主导权的话，那就让人蛮担心，是不是你只要单纯整合 ChatGPT 进来，或者到时候再结合 Gemini 就可以跟他们去做抗衡？那我们再讲回来，如果要深度整合到你们装置上面这种代理人方式的应用的话，那苹果对这个隐私权上面的这些坚持，虽然我是很尊重或者也很敬重这一点但是同时这个可能也会是影响他们 AI 进度上面最大的一个绊脚石。那这个部分苹果要怎么去取舍？如果单纯注重隐私，让他们这部分落后到差别太远到大家可能未来 OpenAI 推出什么装置，大家使用科技的形态的模式全部改变，换到那个装置的情况下，那这种时候苹果是不是还有办法追赶得上来，或是我们大家可能未来5年内就会瞬间看到我们使用这些智慧型装置的模式完全的改变，完全的革命？那苹果自己的主管也出来说iPhone 可能只剩下约10年的寿命，意思说10年后大家可能都不需要用 iPhone。那现在如果 OpenAI 的装置这么快要推出的话，会不会这个时程在缩短？那很严格或是说很残酷的来讲，苹果没有 iPhone 的话，其他生态链的护城河到底还存不存在？我觉得这一点蛮值得大家来思考跟讨论一下。那当然自己还是果粉，还是会希望苹果在这一部分可以追赶上啊，可以做得到，或者说可以也发展出一个自己的模式。毕竟他们既有软硬整合的这个经验啊，跟体验也是最好的。所以这部分我也想听看大家的看法啦。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近年来我觉得看到最兴奋的新闻，因为苹果多年来它的发表会，我们每年都在讲。就是相机上面的进步，那其实外形也没有什么改变，今年有什么特别色，然后底部改成 USB Type-C， 然后有更快的传输速度，相机画素稍微多一点萤幕边框稍微窄一点，可能很多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我在发表会或者在这些产品再去讲解开箱的时候，它那个热情基本上被减损了非常多，因为毕竟每年它发表或者它真的带来的改变就是这么少。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每年要做开箱，要做评测，要去演出那种兴奋感，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点疲乏那当然这个有时候也是基于自己对这个品牌的喜爱跟热情，我们会有些部分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兴奋跟期待，但是多年来有点被浇熄就每年的期待好像都看不到什么革命性的改变。尤其你又是经历过贾博士当年的时代没有几年就有一个非常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出来，你经历过那个时代再看到现在的苹果，但是心里的这个失落感绝对是有的。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不只是 OpenAI 要推出自己的这革命性的装置，而是它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在苹果这个品牌或者苹果这30年以来这么重要这么经典性的 Johnny Ive 的这个人物结合在里面，而且是非常深度的结合。那这个对身为20几年果粉的我可以不兴奋吗？那我相信很多果粉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
他们两个一起推出的装置会是什么样子？那会不会真的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OK， 好，那我们也有一个相关的群组，大家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把 QR code 放在这边，不管是苹果或是 AI 的群组，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发表你们的看法。关于这个装置外有什么消息，有什么新的爆料，有什么新的更新，我们也会在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我觉得每年在做爆料的时候，现在多了一个真的革命性的产品可以去讲，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OK，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叶，我们下次影片见，拜。